有这么一款老玩具，它有着红白相间的配色，还有丰富的电镀点缀，拥有组合玩法和大合体的玩法，更有音效背包搭载，在系列中也是颇有人气的角色。想必观众朋友们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主角——迪克火焰。嗨，大家好，我是时代。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款来自我们 Brave Police 勇者警察系列的旧集合体 Duke Fire 迪克火焰。那么众筹火马呢，想必是近期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了，大家都在做一些老火马或者说众筹火马的视频啊。那我当然是要介绍点不一样的了，同样是以救护车为主题，也是一个合体的玩具啊。那我想必这个迪克火焰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这一款来自1994年的勇者警察迪克火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一个外包装啊，那么还是比较继承这个勇者警察系列的包装风格的。首先是一个大开窗的设计，然后再加上一个角色的立绘啊。其实勇者警察系列跟其他的勇者系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特别是包装来说的话，就是一般其他勇者系列的玩具包装不会是用这么大的一个开窗设计来展示里面的玩具的啊。左上角就是勇者警察的一个标志，然后右边就是很大的一个角色的立绘，然后这个旧集合体 Duke Fire 迪克火焰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侧边，就是我们这个颈盔掉了，侧边就是一个可动的一个展示吧，可以把这个云梯给伸长，然后背面就是一个这就不立起来啊，立起来我们这个镜头可能拍不进去啊，就是一个大合体的一个样子啊。然后这边小的就是骑士形式 Duke 啊，也是来自我们这个英国的这个勇者警察。然后这边还是一个旧集合体，这边就是两个载具，然后下边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玩法说明啦。首先就是救护车和这个迪克合体变成这个火焰迪克，然后再和这个杰迪卡合体变成这个 Fire 杰迪卡，然后这边还写着有这个3处的这个发光机构啊，非常的扰民。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 Gunmax， 然后又可以进行一个3段的合体啊，还是比较帅的一个部分嘛。这个我就差这个了，这个买不到，天哪 ，Gunmax 想必是非常的抢手啊。还有上面，然后上面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Brave Police Duke Fire， 然后就是2张实物的照片。那么包装就简单看到这边，我们取出内容物。包装这一侧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迪克的卡片在这边啊，下面就是写着这个卡片裁下来之后呢，是可以塞在你这个勇者警察的这个手杖的这边呢，就可以你可以把它塞在这个地方，然后显示出他的这个头像，就感觉你在跟他通话一样，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老物的玩法吧。那这就是盒子里所有配件了，我们把它简单陈列出来之后，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收这款老物的话，就这就是它全部的配件了，就不要收到缺件的了，就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所有的配件。好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就是这款玩具的核心的部分啊，也是我们这个勇者警察系列比较高人气的一个角色啊，迪克，他的名字就叫迪克 Duke， 来自我们这个英国的勇者警察。我们先来看一下整款这个车型的表现吧，还是比较肥肥的一个救护车的样子吧。然后边上有个非常的碍事的手臂在这里啊，感觉要飞起来了一样。其实不难让人想到就是守护神的那个救护车，其实2个救护车长得差不多啊，救护车还能有什么不一样的，是吧？然后能看到一个蓝色车窗的一个涂装点缀啊，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好看的。然后就是一些贴纸的装饰，能看到这个红条，还有前面这个警察的标志，还有这个车灯的部分，还有这个红色的部分都是贴纸啊。怎么说呢？这个贴纸装饰性还是比较强的，还是比较好看的一个小车。然后上面有些透明件的运用点缀啊，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通透好看的。整体的一个车型滚动性还是比较差的，这个轮胎比较的涩，不能很好的去滚动它。再加上它后面其实这个
脚尖这个地方有点跟这个车底有点平行了，所以它走起来是比较卡的。那么差不多这个简单的车型呢，也是就是介绍到这边了。其实这个车也没什么好介绍的吧，就是下面其实暴露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大腿的部分啊，还有这个小腿的部分啊，那么后面还有2个这个变形拳头的这个部分，暴露的点还是比较多的吧。其实变形结构我相信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啦。那么就快进到它的变形环节，前进。好的，我们这个迪克的人形呢也是变形完成了。那我们这边放一张这个设定图来看一下，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玩具和这个 TV 的设定图还是差别是比较大的。TV 的当然是为了这个美型嘛，毕竟是日系的机器人，肯定是要画的比较美型的，一个双形态的差异是很大的啊。那么就不抱怨那么多了，毕竟是个老玩具嘛，也不能奢求那么多，而且日系的这个作画根本是还原不出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玩具的一个可动表现了，可动也是非常简单，除了手臂的360度旋转之外，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可动关节啊？你可以把头低下去一点，这是个变形结构嘛。然后脚部的话，很可惜就是它只有这边有个齿轮关节，你可以往后掰一点，就是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双腿也是不能分开来的，因为分开的话是合体需要，而且你分开也没有什么用啊，因为如果你这么一分开的话，就把这个直接把人劈成2半了，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可动的表现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吧。从我们这个包装的小袋子里面取出来的就是这3个配件。首先就是这把剧里经常使用的这把小剑啊，这把剑也是出场频率很高啊，然后还附带了这个警察用的这个左轮枪，还有这个勇者的护照啊，每个勇者警察都会带的这个对讲机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配件怎么装上去呢？我们来用这把剑来做个示意吧。哇，这个对焦有点差呀。我们用这把剑来进行一个示意吧。这边又是一个很粗的一个桩啊，不是水口啊，千万不能把这个东西剪掉。然后把这个手抬起来之后，这边是有个洞啊，你就可以把这个剑插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握持的一个玩法。虽然这个造型很抽象啊，你拿上武器也不好看，跟这个距离那种高挑美型那种感觉肯定是比不了的。而且你拿了这把剑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把手放下去了，因为它这个躯体比较宽嘛。我们这个迪克是个魁梧的男子，当然示意一下随便玩一下还是可以的啊，杀是吧？然后我们把这个换成这个左轮看一下，拿上左轮之后就是这个感觉了，其实更呆了这个样子。其实反倒是因为这个玩具比较肥胖嘛，你拿这把剑可能还真没拿这把左轮好看。然后距离就是拿着自己的武器，然后边出示，哎呀，这还不太好装，然后边要出示这个勇者警察的这个手杖啊，这样你就可以把对方绳之以法了。对，差不多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玩法，就是比较的激腕啊。确实，因为都是 TT 出的嘛，还是做的比较的激腕的。那我们也把同时期的这个迪卡杜一起拿过来对比一下，两个人差不多就是这个身高差在剧里肯定是不对的啊，在剧里他们两个是一样高的。然后身体比例来看，肯定是我们这个迪卡杜做的更加的匀称一点啊，而且更帅一点，这个头身比之类的。哇，这个迪卡杜这么高一个，这是几头身了都。那我们这个迪克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表现。来看一下整体身上的一个细节，也就是头部新增了一个还算是比较英俊的一个面雕了吧。然后加上一些银器的点缀，然后这个眼睛点得很准。然后手臂就是多一个十字的这个医护的标志啊。那我们这个迪克的人形呢也是介绍到这边，我们来看后面的 Fire Road。那么这款 Fire Road 呢也是比较漂亮的一个消防车的样子啊，拖车的一个结构，再加上一个云梯的部分，就组成了我们这个消防车啊。但是很多的这个电镀件的运用啊，让整体的玩具看起来是相当的漂亮。然后上面还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合体之后用的这个胸甲，哇，这个很霸气啊。
然后边上就是导弹的一些细节，当然这边应该是点缀的一些这个消防栓之类的一个细节吧。好，我们看这个车头的表现，哇，这个真的是这个撞大运了。侧边差不多，跟另外一边是两边其实是一样的细节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有发声口的啊，这就继承了老玩具的优良传统，这个是有声光的。然后我们只要拨开这个电池舱盖之后，然后这边就可以塞上2节的这个7号电池。装上电池之后呢，摁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它这个亮起来发声了。没错，这个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只有一个音效啊，还是比较可惜的啊。当然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音效，当然是聊胜于无了，是吧？有这个还算是比较加分的一个点吧。然后可动部分的话，把这个抬高一点。可动部分的话，只有这个云梯的这个部分了。云梯这个部分可以360度的旋转，然后上面这个云梯的部分也是可以像 Fire Combo 一样，可以上下抬。我们往后面顶一顶，可以把前面这个云梯的部分全部都给顶出来啊。哦，还是比较长的，我天哪！然后前面就是2个孔洞，应该是模拟那个喷口的部分吧。然后这边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因为这个部件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单薄的，就是我看很多朋友有把这个地方玩断了，所以这边尽量是，如果你要抬这个云梯的时候，最好是摁着这个部分再抬这个云梯啊，对，然后这个受力稍微均匀一下，不要受力全在这个桩上面，就可能会悲剧啊。然后就是需要注意这个点。然后我们这个Fire Load 的这个车型的表现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哇，我这个手机对焦的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那么可以赶紧的进行到它这个火焰合体的一个部分了。那么首先需要进行第一步 ，Flame Up Duke Fire。这边合体也是比较简单的，我就边合体边跟大家解说一下了，就不用变形的小体了。那么把这个迪克分成2半之后，这个头缩回去，然后把这个连接手臂的这个桩给抬起来。然后这个部分就不用像车型的时候把它抬上去了，就放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我这边也是把这个桩给抬起来，然后把这个手臂给抠出来。手还比较难抠的，我的指甲比较短。我这边也是把这个手给抠出来，然后这个迪克就可以放在一边了，已经是变形完成了。我们来到这个 Fire Load 的部分啊。把它拆散，先把这个云体给拆下来，啊，这个后面有大用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把我就是配件里的这一把 Fire Sword， 然后给插在这个地方，像个剑鞘一样把它插进去。对，啊，这边之前没有讲啊，这个地方这把剑插进去之后，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收纳的，可以收纳在这个云体里面。你顶着这个剑的话，就这个更好，这个抬出来了。这边刚刚忘记讲了，这边补充一下。然后把这个合体部分的这个胸甲给抠下来，非常的硬啊，特别是这个是一个电镀的剑，这个成色看起来还不错。然后大家小心保管啊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车头跟后面脱斗的地方给分离啊，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卡扣的部分。然后把车头放在一边，我们着重来看一下我们后半部分啊。我们先把这个后面2个这个开关，这个拨钮一样的东西啊，给往后这个解锁开，然后往左右用力一拉啊，我们这个腿就给它放出来了。我们把稍微进行简单的一个变形啊，那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机位啊，非常大致的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前脚掌给抠出来。好，我们下半部分也是变形完成。哦，不对，还缺了一步，把这个膝盖给这个抬出来。然后后面就是比较简单了，把这个后面这2片给拨开，然后把这个头给这个拔出来，就比较紧的，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帅气的这个
Duke Fire 的头部啊，像一个骑士的头盔啊。进行上下半身的一个结合，有4个位点，进行一个合体。好，很爽快的一个合体过程。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大的，多放一点。差不多就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迪克的本体了。这边2个装位，就分别是对在这个左右的。经常玩战队玩具的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OK，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把我们这个云梯的这个部分推动后面的这个云梯的部分，把这个键弹出来之后，把这键抽出来，然后把这2半给抬起来，还是比较硬的一个手感呢。然后就可以完成它这个Fire Sword的这个本体，然后就可以像剑鞘一样把它插回去了。因为这个时候把这2片抬起来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像这个剑鞘一样的结构啊，还是比较妙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它插到这个桩，插到后面这个洞里。很简单，一下给它插上去了。然后从正面看的话，就是一个感觉像一个什么剑客一样，然后背着一把剑，非常灵活的一步，把这个核心的部分给卡在这个地方。好，很简单，咔的一下就卡进去了，手感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老玩具就是这个样子，老玩具你可能玩的就是一个手感，玩的就是一个老的一个设计。好了，那我们这个 Duke Fire 也是合体完成了啊。合体的时候废话有点多啊，但确实就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爽快的一个大体块的合体，大体块的变形还是比较享受的。然后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身形，会发现哇，肯定是要比这个单体要匀称很多了，和距离其实不能说一模一样吧，但是还是比较接近的一个形象了。哇，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哇，好帅啊 ！Duke Fire 就是很帅。我们可以拿一下，我们把这个1号机给请上来，我们主角 JD 卡，可以看到2款的这个高度其实是不一致的啊，就跟我们 Duke 和这个 Decado 一样，是我们这个 Decado 比较高一点，我高了2个头了，我天哪！然后这2款呢也是可以进行最终的一个合体的啊。那我们把最终合体的话会放在这个 JD 卡那一期啊，就这一期可能就我们讲的是这个 Duke Fire 嘛，就不讲了这个大合体。好，我们把主角放在一边，着重来看一下这个 Duke Fire。那 Duke Fire 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就是这个样子，头盔就是就是那种英国这种骑士的这个头盔的样子啊，边上有2个像这个羽毛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头盔就是一个机关，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然后加上一个口罩脸，绿色的眼睛，哇，真是很英俊啊！天哪！然后胸口就是比较帅气的一个电镀件啊，相当的这个提质感，把整个玩具看起来就是非常华丽的一个样子啊。这个头盔也是一个电镀件嘛，然后这个腹肌也是个电镀件。然后手臂呢，就是我们这个 Duke 我们的本体居然是手臂。然后我们下面部分就是一个膝盖的部分，从这个消防栓变成了这个导弹啊。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散气口一样的一个地方。哇，整体上看着虽然造型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这么多颜色碰撞在一起，然后这个造型看着就是不怎么单调啊，就很好。然后当然在人形也是可以响这个警笛的。哇，这个声音是很响啊！已经大晚上了，我怕这个扰民呢，这声音小点了。然后同样呢，后面背的这把剑 Fire Sword 也是可以取出来，然后把它搭载在这个本体的手上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拿剑的一个样子了。这个样子才好看啊，是吧？在这个剧里用的这个大绝招用的也是这把剑啊，跟这个火鸟哥一样，用的也是一把这个 Fire Sword Charge Up 之类的，就是这个样子啊，稍微中二一下。然后整体的一个玩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来看一下这个可动的部分吧。可动部分就是非常简单了，就是一个手臂的一个可动，加上一个清脆的齿轮关节，可能就不用想这个头转啊、腰转之类的，老玩具不会给你这个的。
然后连这个曲系也没有，然后因为变形结构的缘故嘛，它是可以稍微劈点叉的，也是比较清脆的一个齿轮关节。然后这就是它所有的可动表现了，它几乎是一个站桩的存在啊，就是它站在这边就已经哇心满意足了，就那种感觉。然后剩下的还有2个配件，就是这2个配件啊，这2个配件是在大合体时候用的。其实如果你想用的话也不是不行啊，我们把这个键重新背在这个后面，然后这个键就是给左右手搭载用的，这个是搭载在这个地方，就是它有个凸，然后塞到这个洞手里啊，就可以把这个一个钻头一个夹子啊，这个夹子还是可以可动的，就可以搭载在他的手上，形成一个武装的样式啊。当然我其实记不清了，到底具体有没有在这个情况下用过这2个装备啊。我只记得在这个大合体的时候，他手臂是要变成这个，然后搭载在 JDK 的手臂上的，确实就是有点记不清了，不好意思啊。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一款Duke Fire 的所有的一些展示的部分了，还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可以，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讲的点啊，就是这个样子。好了，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这期讲的就是这个旧集合体，迪克火焰啊，还是比较古臭的一款玩具吧。因为真的，它的一些质量来说啊，这些点缀来说啊，还有可动表现来说，和 G1 的一些变形金刚是差不多的。总体来说还是令我很满意的一款玩具啊。虽然它的迪克的这个身形做的不咋地，但是它合体表现确实很不错，确实能给我带来一些不错的精神价值啊。那我想就是如果一款玩具能给你带来一些精神价值，这玩具也是足够的了。然后这边就是题外聊一些其他的话题了，就是关于我这个更新频率确实不是很高啊，然后再加上可能是纯看自己有没有时间了拍这些视频的话，因为今年我可能是要去考大学了，需要把更多的时间运用在这个学习上面，所以说更新的频率不会很快。差不多就是讲一些题外话吧，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久没有更新啊。以后呢肯定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更有意思的玩具的啊。这期也是蹭一蹭这个 Fire Combo 的这个热度。好，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